東北軍區能管東北野戰軍嗎？這個事兒好多人都是一頭霧水。按理說兩邊的領導人都是那幾個人，所以不少人覺得這不就是一套班子两塊牌子，軍區就是野戰軍，野戰軍就是軍區，叫法不同罷了。可事實真有這麼簡單？我們先把時間撥回到1945年9月21日，中央書記處發了個關於擴兵與編組野戰軍的指示，裡頭說的明明白白，主力機動兵團直接歸中央軍委和各中央局管，不隸属於當地軍區建制，但你人是從軍區抽調的，補充兵員留在當地时的吃喝拉撒還得原屬軍区負責。說白了，野戰軍是從軍區身上割下來的肉，但割下来之後它就不歸原来的軍区管了。那為什麼後来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的負責人又是同一批人呢？這事兒得從根兒上捋。1945年10月9日，最早成立的是東北軍區司令部，負責人是陳子華和彭真，沒林總什麼事兒。但這個司令部是個臨時機構，管的是剛進東北的零星部隊。到了10月31日，這個臨時機構被撤銷，換成了東北人民自治軍，林總才正式登場，擔任總司令。彭真、羅榮桓分任第一，第二政委隨後林羅帶着部队陸續開闢了錦熱、遼東、遼寧、吉林等一大片軍區，這才是後來東北軍區的真正雛形。1946年，東北人民自治軍改成東北民主聯軍，底下開始組建縱隊。1948年1月，中央軍委指示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改稱為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。到這一步，軍區和野戰軍的領導班子徹底合二為一了。林總擔任司令員兼政委，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總覺得這兩者分不開，本來就是從同一個總部改過来的。不過到了1948年9月18日，中央軍委批准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正式分家，分別為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。雖然分開了，但從幹部配置上看，軍區那邊還是壓野戰軍一頭，比如軍區司令兼政委還是林總，但多了高崗這個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，羅榮桓是第一副政委，明顯是軍區的級別更高一些。緊接着到了年底，遼沈戰役已經打完了，東北野戰軍百萬雄師要入關了。1949年1月15日，軍委發報各野戰軍，冠以軍區地名已不適合，按番號順序排列。3月，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第4野戰軍，跟東北軍區徹底脫鈎。林總帶着野戰軍領導機關南下。5月，高崗接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。4野到了河南後，又成立了4野兼华中軍區領導機關，所以後來林總既是東北軍區的負責人，又是華中軍區的負責人，就是這麼來的。那是不是說軍區就永遠管不了野戰軍了呢？也不全是。1948年11月1日有規定，兵團一般歸野戰軍，但必要時也可直接受軍委指揮，甚至划歸軍區指揮。也就是說，在次要戰場，軍區是可以指揮野戰部隊的。當年東北野戰軍75萬人負責主戰場，剩下28萬人歸東北軍區管，管交通線，看看俘虜，剿土匪，分工明確。到了抗美援朝時期，東北軍區可是大放異彩。1950年7月，鄧華率13兵團開赴東北，歸東北軍區指揮。東北軍區後勤儲備了糧食1674萬公斤，石油40萬公斤，食鹽43萬公斤，調集騾馬2000匹，補充槍支2616支，火炮501門，汽車200輛，還修好了步槍3581支，輕重機槍763挺，火炮494門，汽車354輛。正是靠着這些家底，志願軍前3次戰役才打得那麼漂亮。說到底，東北軍區雖然一直給野戰軍當配角，但到了關鍵時刻，後勤保障絕不含糊。